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蹭顶流翻车，余生多指教碰瓷肖战杨紫，32人观影票房867亿元成惨案。2025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90亿元，但繁华背后却是残酷的冰火两重天。领跑的南京照相馆横扫23亿票房，而小成本爱情片《余生多指教》上映2周仅有32人购票，总票房867元，片方分账310元，连支付剧组一顿聚餐的费用都不够。南京照相馆成为暑期档的最大赢家。这部抗战题材影片以1937年南京一家照相馆守护日军暴行证据的真实事件为原型，用平民视角切入宏大历史。创作团队翻阅了上千份史料，一复刻了南京城墙砖和街道风貌。影片在江苏省的票房占比高达 35%， 3、4线城市观众贡献了 59.7% 的票房。动画电影《浪浪山小妖怪》以黑马姿态杀出重围。这部二维手绘动画成本仅4000万，却拿下7亿票房。600多位画师耗时4年，完成1800组分镜手绘，将妖怪职场的故事变成年轻人内卷生活的隐喻。上海电影公司围绕影片开发了300多款周边衍生品，在联合院线旗舰店单日销售额破100万。由马伯庸小说改编的《长安的荔枝》以6亿票房跻身前3。影片讲述唐代小吏运送荔枝的荒诞旅程，东北观众尤其买账，沈阳、长春等城市贡献了 25% 的票房增量。万达院线为此在东北地区加开方言版专场，上座率飙升至 91%。但同样是抗战题材的东极岛遭遇滑铁卢。这部投资 5.7 亿的大片，为还原沉船场景实景搭建万吨货轮，却因英国战俘引导中国渔民觉醒的剧情引发争议。首日票房 1.2 亿后，次日暴跌 50%， 预测总票房止步5亿，片方亏损超3亿。而暑期档最惨烈的案例当属《余生多指教》。这部碰瓷肖战、杨紫热播剧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的电影，仅将片名删去请字便匆忙上映。观众购票后发现影片粗制滥造，字幕错漏，配音消音，剧情被吐槽幼儿园过家家。猫眼平台显示其想看人数仅832人，上映次日全国排片归零。观众的选择权从未如此强势。调研显示 63% 的购票决策受上映3天后口碑影响。东极岛豆瓣开分仅 4.8 分后，单日票房暴跌2700万，浪浪山小妖怪则因 8.6 的高评分，次周票房逆跌 41%。消费行为也呈现鲜明圈层化。南京照相馆 64% 的观众为女性，而坏蛋联盟2的男性观众占比达 78%。地域偏好同样显著，北京观众为 F1 狂飙飞车贡献 32% 的票房增量，江浙沪包揽罗小黑战记2 45% 的票房。影院开始用黑科技争夺观众。上海部分影院推出 4D 历史沉浸厅，南京照相馆放映时同步释放硝烟气味，震动座椅模拟轰炸效果，票价258元仍场场爆满。成都影院则为浪浪山小妖怪设置职场发泄屋，观众可捶打印有狼老板形象的沙袋，带动衍生品销量增长3倍。电影甚至改变了旅游业的生态。东极岛上映前预售破1200万，取景的舟山民宿预订量暴涨 400%， 当地连夜开发同款跳海礁石打卡点。而长安的荔枝带火西安荔枝文化节，马伯庸小说中一日色变的荔枝冰饮，在景区卖到38元一杯。资本对明星效应的迷信正在破灭。东极岛集结朱一龙、
吴磊等20余位明星仍难挽颓势，而余生多指教蹭顶流热度反被反噬，观众在购票平台刷屏诈骗式营销。行业数据揭示更残酷的现实，暑期档票房前10的影片占档期总票房79%，而35部中小成本影片中有11部首周票房不足100万。当南京照相馆单日排片占比达41%时，余生多指教这类影片已被彻底挤出市场，衍生品成为头部影片的印钞机。浪浪山小妖怪联合汽车品牌推出限量涂装车，199台，售价28万的联名款3天售罄。小猪妖摸鱼公子在闲鱼被炒至原价3倍，而余生多指教唯一能搜到的周边是某二手平台上挂出的绝版票根，标价1元且无人问津。影院经理们手握排片表，就像在进行生死赌博。北京 CBD 影院为南京照相馆开设凌晨2点的历史迷专场，上座率仍维持70%，而某县城影院经理透露，曾给余生多指教排了早场试水，放了一场，票卖0张，连保洁阿姨都懒得进去打扫。这个夏天，电影院的灯光暗下时，有人为守护历史底片的照相馆老板流泪，有人在小猪妖身上看到加班的自己，也有人对着余生多指教的一幕愤怒地按下投诉键。当90亿票房流淌过中国影院时，每1分钱都是观众用脚投票的选票。仅32个观众，蹭肖战杨紫热度才收867亿块钱，暑期票房惨案诞生。份进展到了中旬，但电影市场几乎还是维持上个月的态势。毫无疑问的是，暑期档的票房冠军、亚军都已经铁板钉钉了，大家现在可以争夺的也就是第3名的季军而已。先来说说冠军吧，那必然是抗战大片《南京照相馆》了。电影上映了3个礼拜，票房已经突破了24亿，眼瞅着要往30亿以上冲了。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，是抗战胜利80周年的重要日子，最近又恰逢鬼子投降，这部电影的脱颖而出，意义很不一样。当然了，票房市场就是几家欢喜几家忧，同样是抗战大片的东极岛扑街了，5.8亿大投资，17亿以上才能赚钱，但预测票房也只有5亿，亏损高达3亿以上。可见现在大家对于电影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了，基本上很少有人在首日盲目冲进电影院了道，而是会在电影发酵2-3天之后，口碑稳定了才决定是否观看。真金白银的支持，就需要做出好的内容，大家才能买单。浪浪山小妖怪是毫无争议的亚军了，也是暑期档的黑马了。电影的票房突破了7亿，预测成绩是17亿。小成本的美术片能够撼动这么高的收益，投资人赚翻了。不过，明天还会有几部作品上映，好莱坞的电影《坏蛋联盟》以及电影《捕风追影》。前者的受众有限，能够收个小几亿就算不错了，而后者的口碑相当突出，如果首日表现优秀的话，有可能冲10亿了。希望他能够拿到暑期档的第3名吧。当然了，大家看电影一般选择的都是排片多、热度高的片子，但是有的片子制作粗俗，哪怕是上映了，也知之甚少。比如这一部《余生多指教》就是其中之一了。电影2号上映，距离现在都2周了，但票房却很一言难尽。电影只有32个观众观看，总票房是847亿块钱，片方分账了310块钱，还要给电影院送400多块钱，不到1000块的票房，可能连剧组出去吃一顿饭的费用都不够啊，何况回本呢？乍一看名字《余生多指教》，好像和肖战杨紫以前出演的电视剧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有关系，但是和后者八竿子打不着的。可以说是在蹭肖战和杨紫的热度，可以骗到一些观众走进电影院。但很遗憾，
这部电影没有机会。电影在首日的排片就基本没有，第二天就被抬走。32个人，我估计也就是导演和剧组的人一起去包了个场吧，可谓是暑期档的票房惨案了。看看网友们的评价吧，全程就像过家家。你说余生多指教，我看纯属瞎胡闹。